箭头表示它照射的方向。生图完成了 ，OK， 这次没问题了。这个视频再演示一下如何去引导 AI 打灯光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引导 AI 打灯光的一些方法，但是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讲一下。以这个项目为例，把它拖进来，我们使用的是示意图引导。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把图拖进来之后，它会自动的给你压暗。那么为什么压暗？前面我也有讲过，就是要让 AI 能够清晰的看到我们在上面画的这些图标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直接拉到透明度，然后去画。画完之后你又没有给它压暗，那很可能会导致它识别不到这些图标，这是要注意的第一个点。然后我开始画，比如在顶部我画一个线条灯，用鼠标滚轮可以进行缩放。在柱子上我们用黄色的单向壁灯，小一点。当然你画的时候为了清晰一点，你可以把它不压暗，但是画完之后还是要压暗的。当然我这里还没有画完，我继续。箭头表示它照射的方向。这个沿部我们用一个洗墙灯，可以画小一点，线细一点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简单的示意一下。提示词这里一定要写好，我这里写了一个黄颜色的光斑代表一个黄颜色下头是单向壁灯，单向壁灯就是只有一个向下照射的光斑，箭头代表下头方向，立柱上有2个下头是壁灯，也是这里有2个，你告诉了它数量。顶部蓝色的为 LED 线条灯，沿部红色线条是暖白色 LED 洗墙灯的安装位置。从下往上洗亮立面和沿部，红色线条要去掉。树木、灌木被白色灯光打亮。树木、灌木，这个就基本上就是3款灯光加上一个背景的树木。我们这里当然也可以把自己写的这些复制，打开提示词模板，把我们的提示词放到灯光方案里面。天空设定可以自己选一个。氛围细节、风格约束、巨负面、锚定原图元素这些，一般我是等图完之后再来看。如果说有出现我们不希望的元素，我们再来改。先提交，先来看效果。这个 1K 到 2K 它不仅仅是分辨率上要低，而且在效果表现、语义理解方面都不如后面的3个选项。一般它只是起一个预览的作用，当然有时候它也是可以的。好 ，OK， 这里已经可以了。这个效果也还行，只是这一个位置我们画线的时候是一条过来的，按理说应该这一部分都要打亮的。看一下，好。它好像是把这里的这一个结构给整没了，但是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再使用 2K 到 3K 再试一下，看它是不是会比这一个准确一点。等它生图完成，第2张已经生成好了，这一张它同样的在这个位置没有把灯光打出来。我们再换一个平衡模式再试一下。那为什么我们使用严格模式还没有把灯光控制好，反而要试一下平衡模式呢？其实怎么说呢，严格模式你多试几次，它也可能生成出精准的效果。因为我们的严格模式它是基于我们画的这张示意图去控灯，而平衡模式和效果模式它会偏向于我们白天的这张图，而白天的这张图它的结构是更清晰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就先试一下平衡模式。生图完成了 ，OK， 这次没问题了。虽然第2次生图的时候我们是以控灯为主，但是还是没有洗亮上面柱子的这一部分。我们换了一个模式，使用平衡模式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生图要尽量的去多试一下，实在搞不定还可以使用反推灯光提示词。反推提示词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演示过了，这里就不讲了。如果说我们还想把这个门这里的灯光要去掉，那就可以使用编辑指定区域，这个我不演示了，上一个视频也讲过。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精准控制灯光的这一个目的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再见。